接下来讨论一下现在这个 data architecture 的一个特性，叫做 scale out。刚才提到 big data 的缘起，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么大量的资料带来的挑战呢？更加精确的来说，我们要如何传输、收集、储存、运算、分配计算资源给超过 petabyte 以上的资料呢？传统的资料库系统是发展于1960、1970年代，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多资料。所以开发出来的系统，它并不是为了这么大量的资料而设计的。像 MySQL， 它大概只能够存取几个 terabyte 的资料，超过这个数量级的资料呢，就一定得要设计全新的系统。另外一方面来说，传统的资料库系统，例如说 Oracle， 都是 proprietary software， 还有 proprietary hardware，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即使是传统的系统，它能够负荷这么样的资料量，在经济上也不允许。那还有这个 Big Data 的资料系统架构的问题，后来被 Google 工程师给解决了。Google 呢，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要解决这个现代意义的 Big Data 问题的公司。他们就因此提出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在2003年跟2004年发表2篇 conference paper， 一个是 Google File System， 一个是 MapReduce。那这2篇 paper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哦，改变了整个分散式系统的研究跟发展。那 Google 它提出的系统架构是适用于现代资料中心的 data center 的架构，所以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现代资料中心的架构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左边这张图呢是 data center 的基本架构，在里面的基本单位是一个机柜 rack， 一个机柜里面会有摆放很多伺服器，机柜上面呢会有一个 switch 网络交换器，又称为Top of Rack Switch TOR 也会有电源供应器。如果你仔细看这张图，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会导致错误的地方，例如说伺服器的硬碟可能会故障，记忆体内容可能会出错，电池可能会没电，或者是电脑的时间不同步，也有可能机柜交换器故障，甚至电源供应器坏掉，导致整个机柜突然断电，甚至跟上面连接的交换器或者是路由器故障。更夸张的，有可能整个 data center 的电源断电，或者呢对外连线的海底电缆被鲨鱼咬断等等。除了这种真正的错误以外，也有所谓的 soft failure。所谓 soft failure 就是系统它本身其实没有坏掉，只是反应比较慢而已。但是在分散式系统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没有办法分辨系统它到底是反应比较慢，还是故障了。举例来说，系统它短时间之内收到过多的需求，超过它所能负荷的能力，那这样子一部分的需求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从 client 客户端来看，你根本就无法确定系统是不是故障了。另外一个例子是 Java 的 garbage collection 记忆体的资源回收。在大型的系统里面，你为了要回收不用的记忆体，有时候会导致整个 JVM 暂停数十秒甚至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得好好的处理。接下来2张投影片，我们来深入讨论 Google 基于现代资料中心的解决方法。现在讲 Google File System， 它是用来解决巨量资料的储存的问题。GFS 的 Google File System 是一个 Master-Slave 的架构。你当 Client 需要存取档案的时候，它第一步会先连到 Master 去问，那 Master 会告诉 Client 档案资料放在哪里。那其实这个资料呢会存放在不同的机器上面，这些机器称为 chunk server， 然后 client 会连到 chunk server 呢进行直接的读写。如果容量不够，你只要安装新的机器就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由于使用了低成本平价的机器，故障率会高于使用高等级的伺服器。由于硬体容易故障，因此软体必须要内建容错机制，也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错误时的处理方式。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台电脑它平均3年故障一次，听起来好像蛮稳定的。但如果它整个 data center 里面有1000台电脑，平均1天就会有1台故障；而如果有1万台电脑，平均1天就会坏10台。所以软体它必须要能够自动的处理这些故障的状况，然后不用人类去介入。同时，我们也得确保当机器故障的时候，存放在上面的资料不会消失，所以资料必须要有备份。考虑到前面资料中心的网络架构的设计，你会把一份
备份放在同一个机柜上面的伺服器，来减少跨机柜的网络传输。但前面有说机柜也可能会故障，所以为了要避免机柜故障导致所有备份消失了，会再多一个备份放在其他机柜的伺服器里面。接下来讲 MapReduce，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programming model。在这种 programming model 下呢，计算分为 map 跟 reduce 两个部分。在 map 阶段呢，把计算分成好几个部分，同时计算；在 reduce 阶段呢，把结果合并起来。虽然这样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但是在分散式的环境当中却非常实用。第一，这样的程式比 NPI、PVM 原本既有的 HPC 系统来说比较好理解，开发者他并不需要懂分散式系统，他只要懂 map 跟 reduce 就好了。再来，这样的程式模型呢，在容错上设计简单很多。假如有机器故障的话呢，系统只要分配一台新的机器，然后把计算放在那台机器上重新计算就可以了。前面说过 data locality 很重要，所以另外一个概念是，你要进行计算的机器呢，就是资料本身所在的机器，因为资料传输的代价太高了。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减少资料传输量，就可以提高计算的效率。最后在商业应用的时候，其实刚才有说，进行资料查询的标准是 SQL， 不是 Java， 也不是 MPI 等等。那么 MapReduce 程式模型听起来虽然很简单，却可以把这样的模型，然后把 SQL 转换成相对应的 MapReduce 程式去运算，因此在商业上的应用非常成功。